你干嘛？冷总，等下冰箱坏掉怎么办？但是食物放冷了，不是会不新鲜，会坏掉吗？你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困惑啊？食物煮太多，想要放冰箱的时候，就想起从小到大一直听到的都是热热的食物不可以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不然冰箱就会坏掉。那是真的吗？所以食物到底要热热的还是凉凉的才能放进冰箱呢？嗨，大家好，我是食品科学营养毕业，目前对营养和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我想要知道一下，你们觉得应该食物要等凉了才能放进冰箱呢，还是要热热的时候放进去？留言让我知道哦。话不多说，我们来解析吧。其实这个迷思这句话是有它的时代背景啦。早期的时候，冰箱比较旧，它制冷的效率没有现在那么好，温控的分布也很不均匀，所以如果是一锅滚烫的汤放进去，的确可能会让周围的食物瞬间的温度升高，造成局部的细菌繁殖。冰箱压缩机也有可能会需要潮湿的工作，这样子真的可能会让老冰箱故障哦。但是现在的现代冰箱设计，它的压缩机功率、保冷效果都比你想象中的还好。最应该担心的不是冰箱会不会坏掉，而是室温下的细菌哦。其实从食品科学角度来说，热食如果放在室温太久，才是细菌滋生的最佳温床。在食品安全的领域，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概念叫做危险温度带，就是 danger zone。一般的定义是在摄氏5度到60度之间。大多数常见的食源性病原菌，像萨摩内拉沙门氏菌、仙人肠杆菌 Bacillus cereus、E. coli 大肠杆菌，它们最爱的就是这一个温度范围。所以只要热食在这个温度停留超过2个小时，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甚至有一些毒素，像是刚才提到的仙人掌杆菌，它所产生的耐热孢子，就算过后再加热了也杀不死哦，特别的麻烦。而且虽然是说5到60度，但是不是突然在这个度数它的细菌就突然增加，而是它会慢慢的加快它繁殖的速度，所以还是要很注意哦。所以放凉了再冰，它其实才是给细菌最好的条件。所以呢，吃不完的热食应该要尽快降温到5度以下，最好在2个小时内完成。有几点就要注意啦。首先，分装小盒子，把热汤热菜分成小盒子小碗，它散热的面积就会变大，降温会变快。不是在室温下降温哦，在冰箱里降温。第二，浅盘装汤，如果是汤的话，倒进平盘里面会比生锅快得多。第三，放在冰箱的上层或后方，尽量避免直接放在冰箱门口，因为那里的温度最不稳定。第四，开盖散热，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完全盖着盖子，可以先用保鲜膜微微的覆盖，让热气先跑出来再盖好。也可以刚刚煮好很热的时候放在外面等个5到10分钟或15分钟，让整体的温度少于100，但是整体还是高过60，最好是70左右，再放进冰箱。那好，很多人也还是会担心，冰箱一直在运转，升温降温升温降温，这样子真的不会坏掉吗？放心，除非你每一天都放一整锅刚刚煮热的汤，冰箱的压缩机才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长期高负载高负担。现在的冰箱本来就是设计给家庭使用的，每天开关门放热菜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更重要的是，热食要避免直接碰到生肉、生菜或者会被污染的熟食，生熟要分开。也要放在冷藏的温度最稳定的中后层才是重点哦。记得也要盖好盖子，不要让那些汤水啊、酱汁流到处都是，因为这些都可能是滋生细菌的最好地方，也可能会造成交叉污染。食品安全呢，永远都比冰箱多耗1格电来的重要。不要让煮好的食物放在室温下放太久，尤其现在是夏天，像马来西亚很热啊，或者是我现在在的沙特阿拉伯沿海地区、新加坡、台湾、香港等这些地方，它不止热，还更潮湿。所以如果你煮很多吃不完，趁热分装，快快的放冰箱。
比放到它温温的时候还要安全哦。另一个重点，很多人以为丢进冰箱就万事安心很安全了，但是冰箱它只是减慢细菌繁殖，不是灭菌哦。如果细菌它在室温已经是狂增殖了，你再放进冰箱，它只是慢慢变坏。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快速降温，分装密封，最好在2-3天里面吃完，再加热时候要充分的滚透。所以热食到底能不能直接放冰箱呢？答案就是可以，而且要趁热的时候尽快放。还要记得分装散热分好，保护冰箱也可以保护自己哦。下次家里煮多了，就千万不要再傻傻的等1-2个小时，给细菌有大派对的机会啦。如果今天这支影片有帮到你的话，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订阅和留言哦。你还想要看下什么样类型的迷思，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让我们可以一起吃得更安心和开心哦。我是素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按这里，谢谢。